当美国陆军成立250周年纪念日撞上总统川普79岁的寿辰，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本届美国政府的答案就是阅兵。没错，常常被说从不阅兵，只靠实战展示强大武力的美国，即将在6月14号举行盛大的首都阅兵式。那么，川普这次阅兵有什么政治意义？又有哪些亮点可看呢？今天大兵就和大家一起来看看。根据最新消息，美国川普政府计划于下月在首都华盛顿举行盛大阅兵。由于陆军周年纪念日撞上了总统生日，这场阅兵式的规模堪称美国近年来之最，预计将有超过6600名士兵，至少150辆军用载具参加，其中包括25辆 M1A1 主战坦克、50架军用直升机以及7支军乐队参与，并且此次阅兵的路线也是精心设置。阅兵队伍要从五角大楼出发，越过波托马克河，再进入华盛顿特区，最终抵达白宫。队伍行进距离长约 6.4 公里，与1991年海湾战争圣地阅兵的路线相似，具有浓厚的历史象征意义，也贴合了川普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政治理念。此次阅兵的筹备耗时近2年，最初计划是在国家广场举办静态装备展示，但后来升级为了动态阅兵式，庆祝活动还包括华盛顿国家广场的烟花表演。至于预算方面，阅兵式预计耗资2500万到4500万美元之间，涵盖装备运输、人员食宿等多个方面。值得注意的是，这并非川普首次尝试举办阅兵式。早在2017年访问法国后，他就对法国国庆阅兵式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驻足观看了法国军乐团的表演。从法国回来之后，川普依旧对阅兵典礼念念不忘，计划在2018年举办类似活动，但最后因为成本争议和舆论压力而搁置。从这个角度来看，此次阅兵式的落地，既是特朗普个人阅兵情节的延续，也反映出其执政团队在政治和军事战略上的考量。要知道，美军并不是真的从来不阅兵，而是一定要等到重要的时刻才阅兵。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阅兵发生在美国内战，也就是南北战争结束之后。联邦政府为了扫清林肯遇刺的阴霾，于华盛顿特区展开了一场胜利大阅兵。后来在一次大战结束后以及二战结束之后，美军也举办过大规模阅兵式。1946年，詹姆斯·加文将军率领第82空降师的13000名士兵领队，后面则是美军的希尔曼坦克编队以及吉普车和自行榴弹炮分遣队。400万纽约人见证了这次规模庞大的阅兵式，这也是美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阅兵式。7年之后，也就艾森豪威尔当选美国总统时，他也搞了一个总统就职阅兵式，这也是美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总统就职阅兵式。阅兵式上最为引人注目的，无疑就是红石导弹、斗牛式导弹以及1958年才全面列装的 F-104 战机。这些先进装备的展示，无疑有震慑苏联的意味。而最近的第5次阅兵，也就是1991年海湾战争胜利之后的美国大阅兵，为了保证当时检阅部队的老布什总统以及丹奎尔副总统的安全，美国甚至专门建造的由防弹玻璃建成的检阅室。不过这次阅兵换来的反馈并不好，虽然参加仪式的部队仅仅只有8800人，美国民众却觉得相当扰民。例如67吨的 M1 主战坦克在承重仅仅30吨的宪法大道上留下了深深的车辙印，直升机群从国会山上空呼啸而过，卷起的沙尘与碎石也对哥伦比亚特区的部分建筑造成了损坏。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甚至还称，我们并没有感受到安全感。正相反，如此多的军事装备在首都移动，让我觉得华盛顿正在遭受攻击。既然如此，为何川普就能在首都恢复大阅兵呢？可能是川普塑造的军事强人形象，也可能是因为现在的美国又重新燃起了冷战时期的竞争意识，要重振国内的凝聚力。并且大兵在这里还有一个小期待，那就是与莫斯科红场阅兵等其他传统阅兵式相比，华盛顿阅兵式的周边秩序管控可能会更加宽松。我们可以看到一场与俄式阅兵截然不同的美式阅兵。不过最近川普也不是事事都顺利，印度方面最近就对其有些抱怨，我们接下来就一起看一看。近日，印度政府再次强调，印度已经拒绝美国总统川普提出的
调解印巴克什米尔争端的建议，并驳斥了美方所谓迫使印巴同意停火的说法。这一立场延续了印度长期以来坚持克什米尔问题的双边问题的外交政策，强调通过直接对话解决争端。事实上，印巴只达成了暂时停火协议，局势随时可能再度升级。而印度的强硬立场则反映了其在南亚次大陆的主导地位诉求。通过拒绝外部调解，印度试图强化自身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话语权，并避免巴基斯坦将问题国际化。不过，川普也没有对印度方面理会太多，而是在访问达卡期间发表了新的空军装备升级讲话。他表示，美国将研发双发动机版本的 F-35， 代号 F-55， 并重启 F-22 生产线，并打造超级 F-22。这一计划被视为对美国空军未来空中优势的战略布局，但也面临技术和成本的双重挑战。若要将 F-35改为双发布局，以提升推力、航程和安全性，不过需要重新设计机身、进气道和机翼，还需要重新计算隐身特性，相当于开发一款全新机型。防务分析师还指出， F-35可能与美国空军正在推进的第6代战机 F-47项目产生资源竞争。至于超级 F-22计划，尽管 F-22仍是全球最先进的战斗机之一，但其生产线已于2011年关闭，重启生产需面临高昂的成本和技术难题。此外， F-22的软件架构相对落后，升级空间也比较有限。或许川普的提议更多的还是政治宣示，旨在向国内军工复合体示好。至于这些计划的实际可行性，仍需时间验证，尤其是在 F-47项目已经进入研发阶段的背景下，资源分配问题将成为关键。与所谓的 F-55相比，美国陆军用 MV-75旋翼机替代大部分黑鹰，才是更实际的升级举措。近日，美国陆军正式将贝尔公司研发的 MV-75轻转旋翼机指定为下一代行动装备，以逐步替代现役的 UH-60黑鹰。MV-75作为未来远程突击航空器项目的产物，具备更远的作战半径、更高的速度和更强的生存能力。首批将部署于第101空中突击师。MV-75的技术优势显著，其轻转旋翼设计使其兼具直升机的垂直起降能力和固定翼飞机的高速巡航性能，最大速度可达300节，约556公里每小时，几乎是黑鹰的2倍。此外， MV-75还采用了先进的复合材料与隐身设计，可降低被雷达探测的概率，提升战场生存能力。此次换装计划预计将持续多年。美国陆军计划在2026年接收首批 MV-75， 并逐步退役约157架黑鹰直升机，这是美国陆军适应未来战场需求的重要一步。而就在美军升级装备的同时，俄罗斯那边也没闲着。近日，俄罗斯国家技术集团下属的联合航空制造集团公司已向国防部交付一批新型苏 35S 战机。这些战机通过了各类工作模式检测，并已转场至驻防机场。苏 35S 被俄军称作4++代多用途战斗机。自2016年在叙利亚实战部署以来，苏 35S 表现出了优异的攻占能力。其矢量发动机和雪豹翼雷达使其在对抗传统4代机时占据明显优势。俄罗斯现在扩大苏 35S 的列装规模，恐怕也是想应对北约东扩带来的地区安全挑战。至于苏 35S 能否有效抗衡北约东线目前部署的战机，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发表看法。我是大兵，我们下期节目再见。